他本该认命，但他却拖着10磅重的冰冷钢架，硬生生砸开了白宫的大门。1921年8月，加拿大坎波贝洛岛，39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带着孩子们扑灭了一场林火。为了贪图凉爽，浑身大汗的他像往常一样，一跃跳进了芬迪湾冰冷刺骨的海水里。这本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解暑，但水里潜伏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却借着极寒的物理刺激，悄无声息地绞杀了他下半身的运动神经。几天后，高烧退去，这个曾经能在军舰缆绳上上蹿下跳、精力旺盛的前海军副部长，惊恐地发现，从腰部往下，自己的双腿变成了毫无知觉的死木头。一个连上厕所都需要人抱的政客，在极其现实的华盛顿，基本等同于死亡。为了重获行动力，罗斯福经历了堪比酷刑的物理治疗。医生为了防止他膝盖变形，在他的双腿打上石膏，每天在后面硬塞进木楔子，一点点痛苦地拉长他萎缩的筋腱。当石膏拆除，换上的是10磅重的冰冷钢架。当他一个人在卧室时，为了移动，这个身高1.88米的强壮男人必须从床上翻下来，像个婴儿一样在地板上艰难地爬行。巨大的肉体痛苦让他变得比以前更加严厉，比如他不顾儿子艾略特的哭闹，硬要将他送进了格罗顿学校。但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他的价值观底色上。以前的罗斯福含着金汤匙出生，受着常春藤的精英教育，他嘴上虽然说着同情穷人，但这其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精英施舍，因为他太顺了，他从来没有真正失去过什么。但现在不同了，当他变成了一个连台阶都跨不过去，必须仰仗别人搀扶的弱者时，他不再是靠书本理论去理解底层的苦难，他对这个世界上没有饭吃、没有工作、没有健康的人产生了一种穿透骨髓的深度共情。对于一个发誓要重返权力之巅的男人来说，同情是比病毒更毒的毒药。罗斯福很清楚，他不仅要战胜瘫痪，更要当众击碎公众的有色眼镜。于是，在生病仅1年后的1922年秋天，他决定回到位于百老汇的信托公司上班。这是他重返公众视野的第一场压力测试。他大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汽车里，通过地下车库让人用轮椅把他偷偷推上去，但他拒绝了。当大厦管理员拉开车门时，路人们看到了一幕极其震撼的画面。罗斯福先把毫无知觉的双腿搬出车外，然后双手用力往下压，只听咔嗒2声，死死锁住沉重的钢铁支架的膝关节。接着，他在司机的帮助下猛地把自己拉起来，架上拐杖。他要在所有人好奇的注视下走过那条长长的大理石走廊。每一次把拐杖往前挪，司机都要用脚抵住拐杖尖，防止打滑。意外还是发生了，一根拐杖突然在光滑的大理石上失去控制，伴随着沉闷的声响，这个身高1.88米的庞然大物重重的仰面翻倒在地，周围瞬间死一般寂静。人群聚集过来，在这个崇尚体面的社会里，当众摔个4脚朝天，是对一个名门贵族尊严的毁灭性打击。他没有气急败坏，没有顾影自怜，他像个在雪堆里滑倒的快乐男孩一样，坐在地上大声笑了起来。你们这些年轻人，哪一位来帮帮我吧？对我的司机来说，我实在是太重了。一位名叫贝索·欧科纳的年轻律师走上前去，把他拉了起来。两人后来甚至成了终生的合伙人。在接下来的2年里，他为了恢复体力，简直像个疯子。在海特公园的碎石子路上，他拄着拐杖死死练习在佛罗里达温暖的水中。他发现水能抵消重力，让他的双腿重获自由。但现实的物理法则依然冰冷。死党路易斯豪给他定下了一条在政坛行走的铁律：在公开场合，千万别让人抬着你走，需要上台阶的地方干脆别去。从此以后，台阶成了他不可逾越的红线。在公众面前，他要么精神抖擞地坐在轮椅上，要么拄着拐杖自己走。他绝不允许自己像个无助的病夫一样，被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抬来抬去。1924年6月，民主党全国代表会议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召开。那一年，民主党内部因为3K 党、禁酒令和国际联盟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会场就像一个燥热、混乱、充斥着雪茄烟味的巨大高压锅。罗斯福是来支持艾尔史密斯竞选总统提名的，但所有人的目光其实都盯在这个消失了3年的前海军助理部长身上。罗斯福拒绝了所有的搀扶，他伸直双腿，锁上沉重的撑木锁，架起拐杖，在全场一片夹杂着担忧与敬畏的死寂中，他靠着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发言席。到达桌前，他一把丢开拐杖，双手死死抓住桌沿，以保持平衡。他高高抬起下颚，对着台下爆发出那标志性的灿烂的微笑。他在演讲中呼吁团结，他称赞候选人史密斯是驰骋于政治疆场的快乐勇士。所有人都清楚，眼前这个挺过了小儿麻痹症，带着钢铁支架重返战场的男人，才是这片修罗场里真正的快乐勇士。虽然那届大会最终陷入了上百次的无聊投票僵局，民主党也在随后的总统大选中惨败，但罗斯福却成了最大的赢家。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他的消息，他甚至收到了政敌的仰慕信。这是他下肢瘫痪后3年来第一次在全国做的公开演说。1928年，民主党大佬艾尔史密斯要冲击总统宝座，为了稳住纽约州的大本营，史密斯死活要求罗斯福出山竞选纽约州州长。罗斯福答应了，因为他急需改变美国，而这是一个能让他问鼎白宫的机会。但1928年摆在47岁罗斯福面前的是一个地狱级的开局。他是一个连站立都需要别人帮他锁死钢铁支架的重度残疾人。当时的政敌们甚至准备好了看笑话，他们笃定这场高强度的选战会直接要了这个瘫痪者的命。
为了打破公众对他健康状况的质疑，罗斯福开启了一场堪称疯狂的竞选路演。他拖着毫无知觉的双腿，在竞选的最后3个星期里跑了整整2000多英里，发表了50多场极其消耗体力的演说。跟在他身边的那些四肢健全的年轻竞选班底，一个个累得瘫倒在车座上大喘气。而那个双腿报废的候选人却脸色红润，精神抖擞地拄着一根手杖，靠着一只极度发达的胳膊，在台上和选民们谈笑风生。凡是健康候选人能做的动作，他全做了。而他身上那种被命运摧毁却依然微笑的悲壮感，是任何健康候选人都模仿不来的。选民们看着台上那个拖着10磅钢架的男人，心里只有一种最原始的敬畏，连死神都弄不死他，他还有什么搞不定的？选举之夜结果出炉，虽然只是一场极其微弱的险胜，但对罗斯福来说足够了。1928年的元旦，在拥挤的议会大厅里，罗斯福手按着圣经宣誓就职。按照美国官场的传统玩法，新州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分猪肉，把政府里的肥缺分给帮自己拉选票的党内大佬和地头蛇。但罗斯福极其清醒地按下了暂停键，他很清楚，现代社会这台机器太精密了，靠那帮只会抽雪茄搞选票的政客根本转不动。于是他抛弃了党派偏见，直接把州政府爆改成了一个由各路大学教授和行业专家组成的极客天团。首先是他的司法大脑，罗斯福让萨缪尔·罗森曼担任司法改革顾问，专门修补法律漏洞，提高行政效率。传统的州长法律顾问日常工作就是帮老板看看合同，写写免责声明。但罗森曼是个极其聪明且务实的法学精英，罗斯福有很多天马行空甚至颠覆传统的施政想法，但这些想法一旦拿去州议会，分分钟会被保守派议员用法律条文喷成筛子。罗森曼的作用就是把罗斯福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的改革目标精准地打包进极其严谨、滴水不漏的法案条款中，让对手在程序上根本挑不出毛病。后来罗斯福把大刀指向美国最高法院时，也是罗森曼的丝滑操作。第二个是农业操盘手。纽约州的农民日子不好过，他直接找来懂行的摩根索出任农业咨询委员会主席。摩根索是个富二代，但他对华尔街的金融游戏毫无兴趣，偏偏喜欢种地，还在纽约州办了一份广受欢迎的农业杂志。当时的纽约州不仅有华尔街，还有广袤的农村，而农民正面临严重的增产不增收问题。摩根索是个绝对的实干派，他下去一调研，发现农民最怕的不是种不出粮食，而是高昂的财产税和糟糕的交通。于是他直接在底盘上动刀子，推动农业减税，由州政府出钱在农村大搞修路和建学校的基建工程，同时推行水土保持和重新造林。第三个是工业大脑。在那个女性基本决基于权力核心的年代，罗斯福极其大胆地任命了一位苗条秀丽的女性出任工业局长。资本家们起初以为罗斯福疯了，或者觉得这就是个好捏的软柿子，但他们很快就领教了这位女性的恐怖战斗力。这个女人叫弗朗西斯·帕金斯，往后这个女人会让全美资本们一想起这个名字就禁不住的颤抖。她对冷血的资本有着刻骨铭心的痛恨，而她有一位精神导师叫简·亚当斯。出任工业局长后，他带着调查员直接踹开纽约各大血汗工厂的大门，强硬推行极其严苛的工厂安全标准。他顶着资本家的死亡威胁，硬生生把纽约的妇女和儿童每周工作时间限制在48小时以内。他甚至超前地开始规划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张失业保险蓝图。在他的铁腕下，纽约州成了当时全美劳工权益保护的最高灯塔。第四个是基建与反垄断双雄。当时的电力垄断巨头极其嚣张，不仅电费收得奇高，还通过政治现金把各路政客喂得饱饱的，谁也不敢动他们。罗斯福不懂发电，但他懂现代管理学。他找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研究员奥尔兹和哈佛法学泰斗弗兰克福特，这俩人给罗斯福出了一个极其狠辣的阳谋：不用去跟电老虎吵架，我们自己下场建发电厂。他们从法理上界定圣劳伦斯河的水利资源是全州人民的公共财产，绝不能让私营企业白嫖，然后由州政府出面搞国营的水电开发项目。他们的发电厂用极其透明的成本价卖电，直接把全州的电价基准线给砸下来。弗兰克福特提供无懈可击的法律掩护，奥尔兹提供极其精准的成本测算，这一套组合拳打得垄断巨头们毫无还手之力。第五个是底层的眼睛，哈里·霍普金斯。霍普金斯是个常年在纽约贫民窟里摸爬滚打的社会工作者，他不懂什么宏观经济学的大词儿，他只懂一件事：当老百姓饿肚子的时候，所有的宏大叙事都是扯淡。在罗斯福刚当州长时，霍普金斯还只是个在外围干活的专家，但很快他的务实和雷厉风行引起了罗斯福的注意。因为霍普金斯有一句名言极其对罗斯福的胃口：人们不能靠吃长远规划活下去，人们每天都要吃饭。在后来大萧条全面爆发，罗斯福成立紧急救济署时，霍普金斯成为了核心操盘手。他能做到政府的拨款今天刚批下来，明天穷人就能拿着铁锹去修路赚口粮了，中间绝不让官僚机构雁过拔毛。这套阵容有懂法律的，懂农业的，死磕劳工权益的，专门对付垄断资本的，还有一个专门在底层救火发钱的。这帮人就是日后拯救了整个美国资本主义的总统智囊团最初班底。1929年10月之前，美国人有一种近乎狂妄的迷之自信。当时的社会上流行着一句极其傲慢的名言：建一座工厂就是盖一座圣殿，在工厂干活就是在做礼拜。所有人都以为只要跟着华尔街的 K 线图就能一路买进天堂。直到10月底，历史极其冷酷地拉下了总电闸，也就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大萧条。
大萧条绝对不是报纸上几个干巴巴的经济指数下降，在当时，那是一场极其恐怖的、真实发生在大街小巷的社会性物理坍塌。股市暴跌只是个前奏，真正要命的是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银行不敢贷款，储户疯了一样排起长蛇阵去取钱，工厂因为卖不出东西只能关门，底特律的汽车工人流落街头。最荒诞的画面出现在农村，农产品价格跌到连运费都挣不回来，没有销路的谷物被直接付之一炬，而城市里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排队领救济汤。整个美利坚的国家机器卡死停转了，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面对这种末日景象，当时的白宫和纽约州长办公室交出了2份截然不同的答卷。当时的美国总统是胡佛，客观来说，胡佛绝对不是一个坏人，更不是什么想饿死百姓的暴君。胡佛坚信旧经济学的原理，认为市场生病了会自动修复，政府如果在此时插手干预发救济，就会破坏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把老百姓变成懒汉。于是他只能不断地在白宫发表基本面很好，大家要有信心的乐观声明，一切都在稳步推进。但饥饿的人是消化不了经济学理论的。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他不管什么主义，什么好用就用什么。1931年8月，在大萧条最绝望的时刻，罗斯福在纽约州议会强行引爆了一枚深水炸弹。他要求州议会立刻拨款2000万美元，成立临时紧急救济署。这是美国历史上政府第一次极其强硬、直接的下场干预经济危机。他把那个在贫民窟里摸爬滚打的哈里·霍普金斯拎出来当操盘手。他们不养懒汉，而是搞以工代赈。企业停工了是吧？那州政府出钱雇佣失业的工人去修马路、建公园、盖学校、清理河道。短短几个月内，无数绝望的纽约人重新拿起了铁锹，赚到了能让全家人吃上热饭的工资。最重要的是，保住了作为人的尊严。当其他州的州长们还在对着空荡荡的金库发呆，等着华盛顿发号施令时，纽约州成了全美国唯一一台还在轰鸣运转、拼命把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发动机。当时美国的主流大报纸很多都捏在保守派手里，他们每天在头版变着花样的骂罗斯福是激进分子，乱花纳税人的钱。如果罗斯福去跟报纸打笔仗，那就掉进坑里了。他打出了一招超越时代的降维打击——无线电广播。他把笨重的麦克风搬进州长办公室，跳过所有报纸的中间商，直接把自己的声音送进千家万户的收音机里。他不打官腔，不用复杂的公文词汇，而是像个老邻居一样，用极其平易近人、充满磁性的嗓音给老百姓算最实在的经济账。政府为什么这么做？钱花在哪了？大家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不仅是他日后闻名全球的炉边谈话的雏形，更在无形中为他构建了极其坚固的民意护城河。1932年，这位轮椅上的州长已经把纽约州打造成了全美国对抗大萧条的超级样板。现在，那个曾经只能在地板上爬行的残疾人，已经彻底蜕变为了一个浑身挂满实战神装的终极破局者。接下来，他就要问鼎白宫，用铁锤砸烂这个所谓的自由市场。